美军在南海大动干戈，是因为遭到中国的激光武器攻击后采取报复手段吗？美军为何如此在意激光武器？中国面对美军的上门挑衅，又该如何面对？根据中国智库平台南海态势感知的报道，近日，美国海军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与埃塞克斯号两栖戒备群现身南海，并且通过卫星图像可知，美军的卡尔文森号航母出现在了南海南沙群岛永暑礁以西约130海里海域，同时出动多架侦察机。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军的航母战斗群与两栖戒备群中，有3艘比较特殊的舰船，分别是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中的斯托克戴尔号驱逐舰、杜威号驱逐舰与埃塞克斯号两栖戒备群中的波特兰号两栖船坞登陆舰。这3艘军舰的共同特点是都安装了激光武器。斯托克戴尔号驱逐舰与杜威号驱逐舰装备有 ODIN 光学炫目拦截系统，这种激光系统用于激光致盲，而波特兰号两栖船坞登陆舰则装有 LWSD 激光拦截武器，这是一种舰载战术型激光武器。在2020年与2021年，波特兰号都对这种武器进行了测试，并且成功击毁无人靶机。有分析认为，此次美军的2支舰队群同时集结南海，并且有意靠近南沙群岛，而且美军舰队中出现3艘装备有激光武器的美军舰艇，恐怕不是巧合。一方面，美军想借此在南海进行激光武器测试；另一方面，美军也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对中国进行威慑。无独有偶，就在1月14号的时候，美国媒体 ASB 新闻报道称，中国海军舰艇用激光致盲武器攻击了在南海飞行的美军侦察机。尽管报道并没有给出证据，无法证实其真实性，那么美军舰队可能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回应此次激光照射美军机事件，以报复解放军。所谓激光致盲武器属于激光武器的一种，激光武器如今成为各国发展的重点，而激光致盲武器在激光武器的大家族中相对温和，属于非致命性武器。激光致盲武器具有攻击速度高、时间短、精准度高、耗能少的特点，一般也不会造成致命伤，但却可以对对手造成视觉干扰，甚至是精神打击，是一种在非热战状态下很好的对敌警告武器。目前很多国家都会有对这种激光致盲武器进行研究，当然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此事并没有发生，美军的激光舰只是给自己找个借口来南海活动。实际上，近几年来，美国媒体基本上每年都有美军的军事单位遭到中方激光武器攻击的消息。2018年，美国媒体报道称，一架美军侦察机在东海上空遭遇不明光源袭击，五角大楼发出抗议。2019年，美国媒体透露，美军侦察机在靠近中国驻吉布提基地时遭遇激光致盲武器的攻击。2020年，美军通告一架 P-8 侦察机在东海巡视的时候，被一艘来自中国的渔船用激光照射。听起来似乎美军会经常受到中国的激光武器攻击。不过，这些攻击是真的发生了，还是美国人编的故事呢？这事儿美国人可是有历史可言。人类历史上发生的第一次空中激光照射事件发生在1997年，当时一位名叫达利的美国海军情报官搭乘加拿大直升机在公海接近俄罗斯远洋侦察船老船长号。达利指挥直升机有意在俄罗斯船只上空盘旋，并拍摄其舰桥。此时达利突然感觉右眼剧痛，他赶紧捂住双眼，并且暂时失明。随即直升机将情况反映给美国海军。很快，克林顿政府向俄罗斯发出警告，并且不等俄罗斯人回应，就直接派海军强行扣押了老船长号，并且登船进行了2个小时的搜索。然而最终，美国海军并没有在老船长号上发现激光发射器。不过，美军事后表示，他们并没有彻底搜查此船。事发之后，达利经美国医院诊断，其右眼受到直接激光烧伤，并产生了其他视力问题和严重头痛。正是因此，达利失去了飞行资格，并很快退役。随后几年里，达利经常上美国电视节目，讲述自己遭俄罗斯人激光攻击后，每天都生活在痛苦之中。而当时外界舆论也一致指责俄罗斯人的粗暴。2002年，达利将老船长号的船主俄罗斯远东航运公司告上联邦法院，要求巨额赔偿。
而俄罗斯公司的律师团队则反驳称，海岸警卫队的搜查表明，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船上有激光，因为没有直接证据，此事最终被裁定激光攻击不能与俄罗斯远东航运公司联系在一起。2004年，一本美国眼科权威杂志刊登了一篇美国陆军医学研究所主任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对达利的病例进行了分析。文章指出，最开始美国医院在他的视网膜中发现了3个微小的视网膜缺陷，但是重复测试的结果变化很大，测试结果与缺陷实际结果的位置不一致，而且在事件发生之后又出现了新的缺陷。在事件发生后的几年里，17名眼科医生没有发现激光损伤的证据，其中包括5名神经科医生和8名视网膜专家。如果说达利真的遭遇到激光攻击，其视网膜受损的位置应该是固定的，不会出现位移与反复变化。最终，达利被诊断为反应性关节炎，这种病症可以导致小的视网膜缺陷，此事自始至终与激光武器没有关系。俄罗斯人白白背了几年的骂名。然而，五角大楼一方面保留了他国激光武器会攻击己方人员的说辞，并且多次应用；另一方面，美军也借此开始开展激光武器。虽然说美国多次指责中国方面使用激光武器攻击美军人员，但基本都是空口无凭，中方也懒得回应。不过，如果说解放军真的使用过激光武器警告过美军的话，那也正常。前面提到，激光致盲武器本就是在非战时起到警示作用。美军此前通报遭到激光照射的地点，不是进入到中国的防空识别区，就是出现在军用基地附近，或者是南海岛礁周边。在这种情况下，解放军做出驱赶的举动并不奇怪，毕竟在自家门口，解放军有的是手段。而从美军的举动来看，美国人似乎是借助激光武器事件来炒作，在南海秀肌肉，甚至当着中国的面进行激光武器测试。但光说在激光武器这一方面，中国通过合成晶体技术的垄断是要领先于美国的。美国虽然高调展示着自己的激光武器，但发展还是在初级阶段。另一方面，除了激光致盲武器之外，中国的电磁干扰武器等都能对美军起到驱离效果。而且从美军的举动来看，恰恰说明了自己只是虚张声势。我们知道，解放军真正对付美军航母编队的王牌手段，其实是火箭军部队的反舰弹道导弹。像东风2.1D与东风26，整个南海都在这些导弹的打击范围内。若美军真的是以战争为前提来部署，反而就不会有意深入南海。因为这些举动一旦在战争形态下，无异于自杀。因此，美军此举大搞动作，真正的原因还是在试探整个的底线，并且彰显自己在亚太地区的存在感。至于说报复什么的，根本不存在。美国人自己也知道，他们的自由航行其实并不自由，因为自由是在导弹的射程之外，